在火星那片沉静、寒冷、稀薄的大气之下，每一个地貌都在悄悄诉说着这颗行星的古老故事。有些地形看似简单，却追溯不到真正的源头；有些形状熟悉的像地球上的山谷、湖床；还有一些图案更像是被冰、水、火山甚至风重新书写过的地质日记。今天我们就从6个地方开始，6种完全不同的景象，揭开火星新的秘密。1. 俄尔库斯山口，火山、陨石，还是无人能解的角度撞击。在火星赤道附近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巨大凹陷——俄尔库斯山口 （Orcus-Pater）。乍看像个长长的椭圆盆地，但它的来历至今仍是火星地质学的一道无解习题。这个凹陷长约380公里，宽约140公里，边缘略微抬升，底部则深陷400到600公尺。按道理说，山口通常指火山口，但奇怪的是，它虽位于2座巨型火山之间，却没有典型火山口的形状。科学家提出过3大假说：曾经是圆形的巨大陨石坑，但后来被挤压变形，在一连串对齐的撞击坑旁被侵蚀形成；最有可能是一个极为斜角撞击造成的结构，也就是撞击体以不到5度的前角，像擦过表面般刮出这个长形凹陷。俄尔库斯山口还被复杂的地堑 Graben 与皱脊切割，呈现拉伸与压缩2重地壳力量的并存，显示这里的地质历史远比看上去复杂。中心处的黑色物质则可能来自风，把小陨石坑挖出的深色沙重新分布。但这些裂谷与皱脊都无法真正解释它的起源。俄尔库斯山口依旧是火星最神秘的构造之一。
二、孤立山脊，古老河道被倒置的证据。接着，我们看到一条突出的山脊耸立于被侵蚀掉的地貌之间。这种地形很有意思，因为它可能是倒置的河道。在火星上，如果一条古河床后来被较坚硬的沉积物填满、固结，周围的松软地层反而会被风吹走，最后留下高起来的河道，就像把河流倒过来了一样。山脊两侧布满掉落的巨石，说明侵蚀至今仍在进行。旁边开始形成的小沙丘，也显示这里的风还在速行，从未停止。三、盖尔陨石坑的三段故事：河流、红基扇与湖泊的证据。这一幕是盖尔陨石坑中最壮观的景象之一——夏普山的三段岩层露头。前景是被侵蚀的砂岩，而整个露头揭示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沉积环境：一、底部灰色砾岩，红基扇的产物。由火山口北壁冲刷下来的碎石，从细粉到鹅卵石都有，像一场古老暴雨留下的扇形堆积。二、中段1米厚的交错层砂岩，活泼的古河流。交错层向东北迁移，显示当年河水的流向与沙洲的移动。三、最上段节奏分明的3层沉积，古湖泊水下的浊流沉积。薄砂岩、交错层、强韧层状砂岩。这种规律只有在水下快速沉积才能形成。3合1的地层记录了一场完整的火星故事。红基扇、河道、湖泊，证明盖尔陨石坑曾经至少3度改变面貌，水的角色举足轻重。
4. 火星北极的季节性沙丘，干冰、玄武岩沙与细致的双纹。北极沙丘的颜色非常迷人，橙红色的表层尘埃覆盖在深色玄武岩沙上。每逢火星冬末春初，表面的干冰升华，像吹掉粉彩般露出深色底沙，也在沙丘上画出一道道条纹。这证明沙丘在呼吸，火星的大气与季节循环仍在塑造地貌。这里的沙子成分与火山关系密切。沙丘看似简单，却是火星气候循环最直观的示意图。5. 基瓦瀑布岩，毅力号找到有机物的火星线索。在影像右下方有一块不起眼的小岩石，但它却引起 NASA 高度关注。毅力号在其中检测到有机化合物，它们虽不代表生命本身，但是生命的重要原料。NASA 甚至表示，这块岩石符合古代生命可能存在的指标。这不代表火星曾经有生命，但它确实是向那个方向迈出的一步。6. 滴水般的溶胶裂片，火星与地球竟然被同样的力量雕刻。HiRISE 影像中，有些坡面呈现油漆滴落般的波浪纹。这种图案在地球的寒冷山坡非常典型，称为溶胶裂片 Solifluction Lobes。地表结冰，在部分融化，松散土壤慢慢往下蠕动，形成一波一波的弧形纹理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火星上的图案几乎一模一样。更特别的是，火星的裂片平均比地球大 2.6 倍。研究推测，火星重力较弱，使沉积波在崩塌前能堆得更高。虽然尚无法确定是否曾有液态水参与，但这些地形显示，火星高纬度地区曾经可能经历过类似地球的冰冻融化循环，而这些环境正是生命形成与保存的最佳地点之一。